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哇，看到这个奇怪的双胞胎，没错，今天使用是歼旗，依旧使用这个诅咒之子。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，带的法术依旧是这3个，很好用啊。歼旗粉焰、歼旗蓝焰，然后火风暴。这个就是打那个整个队伍，像是这样子一排队伍过去，它的是放的好话是不错，它的杀伤力不差，不过基本上要找那个护甲低的，毕竟它没有破甲伤害。那再来就是这个歼旗蓝焰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尤其是面对单体巨兽那一种。这个打下去，对方应该会哭出来。这个看状况，如果对方没有单体巨兽啊，基本上这招就没有用。然后这个歼旗火风暴，那就是在大乱斗时候状况。假如说我方一个队伍冲过去，然后对方刚好可能2到3队黏住这一队，二话不说直接放下去，牺牲1队换对方3队，绝对是赚。除非双方队伍差很多，你这一队可能是神选者，然后对方可能是3队奴隶属，那就算了。这个应该不用讲太多啊，反正自己评估一下。我通常放这招的话，绝大多数都是会去抓交战的时候，2队交战的时候不好抽身的状况下去放这一招。这招这样子放的话，效果会很不错。毕竟直接裸放要放到人真的难度很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对方已经一个法术过来了，所以我这边已经按暂停了。我方前面总共5队的歼旗掠夺者长矛版本，也是就是非常低阶的步兵单位。那这边躲在树林有2队，不过好像没有变逆中就对了。这2队是歼旗骁勇英雄，简单的理解就是高精灵的贵族那种定位。骑马反大，而且本身又是带重甲，这种感觉用起来就很像贵族啊。所以这场我是想说试试看，用出这2个英雄看看，效果还不错。坦白讲，那这边3队的是高阶粉妖哦，高阶粉妖的武器威力跟那个普通粉妖差蛮多的哦。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差了5点。你不要小看这5点哦，毕竟我们的一发出去是40个模组哦，双方都是40个模组，所以你这样子每个模组要乘以5点，这样子下去算，如果是打在对方的单体巨兽上的话，那个伤害差距是很可观的哦，所以不要小看那5点。那我方最旁边2侧就是混沌勇士长戟版本。那主要就是防范对方的骑兵偷袭啊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，这边也是歼旗，正前方有混沌勇士长戟版本，然后这边这边是混沌骑士，我们看一下，120的护甲，然后带着铜盾，所以不要小看它，这个它的续战能力会非常强。不过有点可惜，就是它没有反步兵或者是反大的加成，这稍稍可惜。基本上就是一个重甲骑兵单位而已，没有针对特别针对谁。而且它的破甲伤害其实也不是很高，占比没有超过1半，所以也不算是破甲单位。基本上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算是坦克吧。或者是跟对方去做消磨的一种单位，你要把它当输出，我觉得不太适合，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的好用。但是至少，如果你用这个单位，前提是黏住对方烦人的单位，让他，例如说对方的弓箭手单位等等之类的，只要你的目标是黏住对方，那这一队其实我觉得算是不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的是歼旗掠夺者3队，然后1队的是遗弃者。遗弃者真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武器威力
高达的63，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哦。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被打个几下，这种普通单位很快就会蒸发的哦。这个不要小看它。我们这边有蓝妖，那蓝妖的话就是特色就是它的弹药量很少，可是它模组量很多。我们普通的本妖的话是40个模组，蓝妖是80个模组，所以蓝妖丢一轮的伤害弹药量跟着它丢一轮的弹药量是本妖的2倍。然后这边看一下它的威力是19，那它这边是26，可是我丢一轮是它的2倍，所以这个蓝妖的爆发力很强，非常的强悍。它是适合就是双方在接战以前的时候，你可能放个什么光明之网之类的，或者是把对方给缠住，利用 DJ 兵种缠住的时候，那个蓝妖2队一口气那个攻击过去，可以让对方非常快的蒸发。蓝妖我是这样子用的，那粉妖的话就是普通的弓箭手定位啊，只不过是它是带有火伤跟魔法攻击的。好，讲了很多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蓝色书记官，主要特色是要用它的这个被动，没有看到这一个提升附近如果友军在施法的时候效果会增强，主要是这一个是要它这个能力，那搭配就是这个万变领主歼旗，那带的技能也是这3个啊，然后它多了一个这个可以召唤1次的怒魔单位，还不错。不过大鸟鸟在空中其实很危险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正式进入决斗。那刚开始呢，双方都没有炮兵啊，歼旗基本上也是没有炮兵的种族，算是有点可惜。那我们就先加速一下，让快点来那个进入接战状况哦。还有看到我方的英雄单位过来，所以说稍微拉了一下阵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刚对方是来了一发那个歼旗蓝焰过去，但是没打到东西。虽然说有打到护盾，但是我们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蓝焰的爆发力，刚有看到护盾直接被打完，然后直接打到血条，这就是歼旗蓝妖的可怕之处。它的爆发力很强，非常强悍。好的，大鸟直接跳下来跟宇宙之鹰打哦，坦白讲不是很好哦，而且体积那么大，他刚刚有被3队的高阶本妖起火过，这个很痛，非常痛。那现在他也招怒魔下来帮忙抓我方的高阶本妖，这种东西就是很讨厌，他打你不痛，但是他就是可以让你哑火，让你真正的作为无法做出来。我们这边还在持续的打哦，大鸟其实真的不适合下场对战。看一下，因为它的护甲很低，它的护甲只有30，所以它真的很不适合下来打架。你哪怕是要用它下来打架，我建议你也是去打对方弓箭手，绝对不要打前排。好，等一下大鸟这个已经没有那个士气了，等等就蒸发了。好，大鸟直接蒸发。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边。对方3队的本妖起火下来会很痛哦。好，这个歼旗本焰吹歪了，没有吹好。这边是直接粘上来抓对方的本妖，粘上来这样子的话，对方的本妖就基本上没办法做事。他没有蒸发掉，可是他这个血量其实也撑不了太久啊。我刚以为他开了，好，这次是确定死的，敌方领主阵亡。好，歼旗系者在这边打，然后诅咒之子在这边也是可以哦，勉强可以作战，在这边尽量站得住。然后我们这边骁勇英雄拉了一只过来帮忙打。刚刚一开始的话，骁勇英雄是直接抓对方的骑兵单位哦。因为我方英雄有反大，抓对方这个是非常有利的，而且我方这边很多长矛兵，说他慢慢消耗，他也是承受不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
对方有一队单位要过来，我们先拉走，因为我们的本妖基本上都被打完了，只剩下这一队，前面操作的没有很好，今天对方的掠夺者在这边要准备要攻击过来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利用这样子去做一个错位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胜利多分了。然后我们加上英雄单位，这样子是撞屁股，这样子是背袭，所以对方会很难过。我们这边其实本妖等等就可以直接转头过来，转身就可以开始攻击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一队掠夺者就差不多就结束了。蓝妖现在也过来了，而且蓝妖弹药丢完还有一个很大好处是，弹药丢完它可以当肉盾，它有80个模组哦。你如果是用4个模组砍它的话，你要砍很久。所以蓝妖它怎么讲？2种用途啦，我觉得都很好。第一打爆发，第二是那个当肉盾，它可以成功拖住对方的单位，而且可以消耗一段时间，真的算蛮好用的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前线哦，对方的还有一只这个本妖在这边丢哦，在攻击我方的单位。对方的蓝色输出杆还在上面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好像是在攻击哦。他在抓我方的英雄单位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好，直接撞了上来。那这队本妖其实应该也会差不多了。对方其实很多单位都差不多跟8了，基本上剩下蓝色输出杆了。哦，还有攻击我方兵组。他真的不想让我好好的做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高阶本妖的一次激活，我们看一下，很痛，非常痛，护盾直接打完，开始在打血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尖旗蓝焰下去打这种那个单体宇宙会直接蒸发，他是直接被送回亚空间了。好，这样子就结束了。现在用了几场过后，我觉得诅咒之子用起来算不差。虽然说它并不是第一个，它不是飞行单位，以及第二个它不是大型单位，但其实它有好处，不是飞行单位，但就比较不容易被对方的弓箭手针对。像这种大鸟，你的走位只要没有走很好，对方弓箭手这样随便激活一下，很快就蒸发，真的，刚刚有看到蒸发的非常快，所以这算是它的好处。然后其次就是刚刚有提到，它那个在地上，其实它本身作战能力也不差，它跟混在这些兵群里面打架还算可以的，因为它是小型单位，等于说它的那个受到攻击的面积比较小，所以它的续战能力也会比较好。这个是目前我用下来的它的优点但缺点很明显，它的移动能力非常非常的差，它就是普通的人形步行领主，所以其实它的跟这边的大鸟比起来，相对性它几乎是没什么机动性，所以要卡住它非常的简单，要针对它其实也不会说太难。这个英雄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怎么讲，操作的上下限不是很大，它的上限跟下限就那个样子而已。跟大鸟不同，因为大鸟它的灵活性很强，它的机动性很强，所以它的操作的上下限就很高。在这款游戏来讲的话，移动能力你的走位能力非常重要，所以为什么会选择用尖旗大鸟，不要少用这个东西的话，最大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说，这样就是操作的关系，所以你的上下限会很高。这个是操作空间太少了，它上下限就是那个样子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